本节目由拍视频超防抖、更稳更清晰的 OPPO Reno 2冠名播出。案情高难度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本节目由拍视频超防抖的 OPPO Reno 2独家冠名播出。抖音越玩越嗨，办案脑洞大开。本节目由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 APP 赞助播出。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神探奥利奥真有一套。本节目由好吃好玩在一起的奥利奥赞助播出。老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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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探长怎么不见了？这儿怎么会有这个人形？奥利奥，我知道了，先扭一扭，舔一舔，再泡一泡。哇，奥利奥一会儿能来早了。等你们很久了，果然你在这儿，再不来要被你吃光了吧？玩在一起，奥利奥，破案从此有依靠。本节目一共6位明星玩家，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分别有侦探、嫌疑人、真凶3种身份。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只有真凶可以说谎，只有找到真凶，玩家才获胜。游戏设置侦探酬金，每期抽取角色卡时，每位玩家将获得1根金条。如果真凶逃脱，则真凶获胜，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如果抓住真凶，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侦探若2次都投对，则可额外获得1根金条，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在真的步行街233号的出租屋内，真行被发现死在这里。她是我的女儿。任何一方发生意外去世，则另一方将继承全部财产。您的换锁服务已完成，仅有1片钥匙。它是密室谋杀案，那个摄像头是实时监控。这个不是我装的。核防真行的信息和龙丹 C 手机里面的一模一样。我 change 了名字，然后换脸成真行。举报信将猴猴喝绳之以法，黑产小王。其实这是我的第2个手机。他是一个叫做假名牌的人，他已经死了。没有他真正死亡的证据。他假造了一个自杀。真出国之后，这几天住在这里的其实是假。那躺在那儿的到底是真还是假？现在是一个特别大的疑问，就是假在哪？接着搜吧，加油了！咱们2搜加油啊！我们跟着凶手一起去2搜。来，凶手，凶手怎么这么先把沉默？凶手的这个整个先梳理一下，什么都没有。你们找找那100万是不是还在我这儿？咦，这里是拍摄店内美食去抖音打卡，会获得绝味男人萨卫提供的美食加冰啤酒1份。现在身边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在玩抖音啊，很有意思。那我也来试着拍一个吧。我要打开我的抖音，然后进入到拍摄，我选一个道具。我选用这个美食的，现在来开始拍。哎，你们看到没有？这里如果拍抖音打卡的话，可以送冰啤酒哦，还有美食哦。哎，这里面是有臭豆腐，臭豆腐，哇，这边还有榴莲。哦，我找到了，这后面就是可以送的冰镇的冰啤酒啦，在这里啦，哇。抖音越玩越嗨，不但让我脑洞大开，还可以有冰啤酒喝。亲爱的朋友们，你也赶快下载抖音玩起来吧！好，我拿这个打卡，我就可以去换冰啤酒了。
因为这我们搬出来吧。这从后面有100万。密码4位。你的生日是1026。你问问他这个人是不是7啊？他没有承认过。萨位。萨位。什么？这是什么？就他跟一个女生的那个。就是你嘛，对不对？但是是你吗？是我啊。这背后没东西吗？这后面有字啊，你没看到吗？11月23号，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天。那一天怎么了呢？11月23。啊，分手呀。1123。11月23。开了吧？分手的那一天。你看，你的密码是他的名字，他的密码是你们分手那天。哇，臭榴莲都烤糊了啊！烤的臭榴莲。哎呦我天，这味儿！啊，好香啊！这味儿很好吃。等一下，这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一个碎片。鞋子。臭鞋吧。这是你的 size 吗？这个鞋？这不是我的哎，但是什么意思呢？让他解释一下啊。对呀。对呀。萨萨，人呢？你不要这样对萨萨，你这个不要这样对他。来，招了吧。我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是穿着这身衣服。先说说那个 T 恤和11月28号的一双鞋，还有一个碎了的瓦片和一个烤开了的那个榴莲是啥？在11月27号那天，我站在湖边欣赏风景，突然就掉到水里去了，差点淹死。我当时上来，我还在想，我难道是头晕，还是什么身体状况，还是什么恍惚？但是后来我突然发现我的衬衣后面有一个大脚印子，我才明白过来，我是被人踹下去的。啊？这是说真的吗？海呀，大脚印子。哦，哎，真的哎。那26号呢？我为什么闻到很重的煤气味？没有啊。大家快散开，不要在这个房间待着。走开，走开。You lose。26号这个罐子是怎么回事？这一天是有人砸你是吗？26号那天呢，我走在街上，差点被一罐子给砸死。幸亏我躲的就是运气好，它砸偏了一点，而且芭蕉也够硬。那先后都有人要害你。就26号是被罐子砸，27号是被人蹬到水里，我又爬起来了。28号呢？28号我是被一辆车给压了。哎呦我天哪！被一辆共享汽车的。啊，这样都没死。被一辆小单车。你觉得你很失望是吗？这样都没死？不是命硬，命硬。被共享汽车的意思是你没有办法知道是谁，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查那个车的车牌号，知道是那个对方是谁。但是你手机里的一个视频，你看这是一个共享汽车，它写了一个共享。你看这个转过来的应该是死者。这个视频是昨天下午4点的时候他偷拍的，然后28号你还偷拍了一家人家出门的照片，这是为什么？这个28号。我拍的这张照片为什么模糊？因为当时是拍照片，我一激动手一抖，拍糊了。但是这个视频为什么这么清晰？因为我打开了超级防抖功能 ，OPPO Reno 2，案情高能到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好，接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是为什么。28号，我在这个房间门口拍到的这个女孩。我觉得非常可疑，因为她戴着口罩，戴着口罩，但是呢，我又不能确定她是不是真形，
因为我在那天拍完这个视频之后，确实发现就是这辆车冲过来压了我的，就是我躲得快，才把我的脚压了。本来他是要我的命的，结果他这压到了。幸好鞋大哈，踩空了。后来那个榴莲是怎么解释的？烤的榴莲？2019年。哦，烤的榴莲是25号。我的店里面失火了，着火。25号先失火，差点把我烧死。你有想过你得罪了谁吗？你还记得我们分开的时间是哪一天吗？11月23号。一切都是因为那一天而起。走神了。哎，钥匙。这儿有个箱子。钥匙的话，怎么了？柔身上有一把钥匙。这是谁的？柔身上的钥匙。哎呦，哎，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奥利奥。奥利奥。U 盘。U 盘。U 盘。这里那边有电脑。这有电脑，插进去看一眼。你先看这是什么？这写的什么？你在我房间干了什么？你自己清楚，后面就不用再看了吧。不想坐牢的话，就赶紧把钱还给我。是的，我收到了一个这样子的匿名的 U 盘，昨天收到的。对，昨天收到的。所以，哎，有来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了什么。哇哦，这是25号。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找什么呢？没有，我就是去，我就是去要拍那个视频啊，自己感觉上自己被绑架的那个视频啊。你找他的衣服。找一件他的衣服。哦。对，但是我没想到这一切都被拍下来了。而且这个东西是你发现的，还是他寄给你的？寄给我的。你想坐牢，赶快把钱还给我。所以把钱还给我。什么叫把钱还给我？什么意思？我收到这个，我感觉上这个应该是真行发给我的。就是你，他指的是那100万，对吗？对，我觉得好像感觉上是真行知道了这一切，要我把这100万还给他。后来你干了什么？你知道有人找？没有，后来我就看到这个东西嘛，我就觉得我行为被别人发现了，所以你那感觉上像他，所以我就想，那要不然就把他干脆就除掉算了。仙女，你包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知道有人找。我就看到这个东西嘛，我就觉得。现在也是很，所有人包里都有一个钥匙。啊？你先拿着吧。哎，这是什么？来，七仙女的，不要仙女。这屋里面有没有什么带锁的？哎，你们哎。七仙女最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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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进门。对，你看就合房懂规矩，你看。仙女的房间无事免入，进门前请大喊7声，七仙女最美。来，预备，开始。我已经去过了，我就不用喊了。我有事儿，主要是。像话吗？好，就是你，可怜，你就说吧。你投我吧，你投我也不喊。我投你，我就投你。七仙女最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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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仙女最美。真的，我是发自内心的喊。还是你对我好。我是发自内心的，我跟他们都不一样。我还是可以有再婚的考虑的。
你哪还有证据？我还是可以有再婚的考虑的。我看床底下是不是有？还有盒子。床底下看一下是不是有？啊，在这儿。哎呀，床底下吗？对。你的钥匙都很浮夸哎。全球限量就1个，你小心一点。哎呀，哎呦，我这是干嘛？这化妆的这个。以黑吸黑，更进一步，黑魔水。我们看看这里边还有什么？哟，整容前、整容后。整容？什么东西？这里有黑笔哎。你们有没有涂掉了？是你的吗？血。哎，以黑吸黑，用这个是不是就能擦掉？好，有可能哎，它这还有。拿那个卸妆纸来。哇，要见证一下这个。哦，真的哎。你看我神不神奇？哇，这个欧莱雅黑魔水的卸妆力也太好了吧！一下就把眼线笔给卸掉了，让我们离真相更近一步。再弄一个。哎，我鸡皮疙瘩。假的整成真的了是吗？互换脸了？不是，这是假名牌，这右边的是真。这是 before， 这是 after。是一个人。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脸，以为是真形的脸，他把自己整成了。对。那死的人是谁啊？是这样子的，因为我28号，我找到了那个黑群聊，拿到了黑山小王子，拿到他的地址了之后，我就去找他。我知道我女儿有一个习惯是把这个钥匙藏在那个地垫下面，我就把这个钥匙拿起来，就把这个门给打开了。想要去看他，发现房间里面没人，我正准备走的时候，这个时候刚好有人要进来了，那我不知道往哪躲，因为我原来在那边住过，那是我以前跟那个萨卫的出租屋，我知道那有个衣柜，我就开进去躲在里面，结果我就听见外面在打电话，以我对我女儿的了解，那个声音绝对不是真形，但是她的样貌就跟真形一模一样。他打电话内容是什么？听不清楚，但是我可以很直接的看清楚他的脸。我当时就惊呆了，于是乎，在等他走了之后，我就到处找，然后就在房间里面翻找，最后发现了这些整形的记录。你本来想把这个当做一个很重要的证据保留起来的，那所以我锁在了箱子里面。这个是我在现场发现的血迹，这是在柜子上面的，这是在地垫上面的。所以我就觉得会不会是假名牌害死了我女儿？我当时就，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在奶茶店的时候听你谈告白气球？其实我一直心里面在想这个事情。我突然走就是我要去找他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到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你的女儿她现在是死是活，是死是活。对，你看到了血迹，但是并没有看到尸体。我没有看，我只看到这个点点的血迹，而且当时也没有尸体也没有藏在柜子里，因为你去过那个柜子，你在那看见的那个你女儿样子，但是操着另外一个声音的女人在打电话。还有一个我可以确认的是，死的不是我女儿。为什么？因为她为什么要叫真形？是因为她小时候脚底下有一个胎记，是这样点赞的胎记。但是我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大家这个事情？就是因为线索都还没有明朗的时候，我现在要看看这个要如何梳理。再加上我还不敢确认说我看到的就是完全，就是刚才我又去确认了一遍，我确认在这里的不是真形。哎呀，我们再找找看现场还有什么吧。再找一找。我有一个想法，他敢变成真形的样子，就一定是真的真形已经被他处理掉了。这有个手机，吓死我了！我以为真的真形在这里面。这我女儿的手机。不知道这是假名牌的还是？这么多啊！这不是你女儿的手机，这是假名牌的手机。他所有的通话记录全部都是给那些借贷公司，然后他给奶奶发了一个说：“奶奶，对不起，如果你看到了那些照片，请不要太伤心。我走了，不要找我，会有天使替我爱你，继续照顾你。”这个是今年的12月1号，哎，去年的12月1号。
所以他说的天使有可能是他想变成另外一个人去照顾他的奶奶。是的。但没有想到他奶奶已经不幸去世了。然后在前天的时候，朋友们，侦探前天的时候，他说他有一个便签，没想到萨卫竟然也这么有钱，100万就这么轻易的放在店里。反正我要杀了他，他那些钱不拿白不拿。哦，那就清楚了。他跟萨卫是有故事的，所以是假名牌拿的。没想到荣3C 竟然冒充真行勒索七仙女，我不能就这么便宜了荣，他必须把钱给我才行。你受到威胁的也是对，所以我觉得自己一直在被监控着，所以监控是他安的，假名牌安的。哎，这里有一个视频，你们来看，这是23号的时候10点钟。23号，因为老了。哦。怎么了？哎。确认没有气儿了，然后走了。哦，把灯开了。我是在流血吧？死了。然后再次确认了一下。他在干嘛？现在？看不到哎，床挡住了。拿了一个手机。拿走了什么？又，这人呢？跑了吗？在那儿呢，假装没事，在你那屋里，在这，走，问他在找可以辩解的东西吧。啊，你这货挺多呀，干的事儿啊！我们发现了一个视频，别找了，跟这不要讲什么，脸上的笑意。是得压着走，又压，身上的事儿挺多呀。我跟你讲，你们发现什么了？又发现什么了？我们看到了你啊，11月23号的时候，23号的晚上10点10分，我在搜证，我现在在做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先把这个别搜了，自己都快搜进去了。我在帮助大家破案。帮助你先来说说你的问题。是很明显是他来开的门，你推开门之后，你把他推倒。你对他做了什么？时间是11月23号，对不对？对。11月23号是什么日子？分手的日子。对，每年到这一天，我都会在外面喝个大醉，借此来排遣心中的忧伤。今年的11月23号，我同样在外面喝醉了，喝醉了之后我就回家，然后我就掏出钥匙来开门，但怎么打都打不开。正在这个时候，门突然从里面自己开了，然后黑乎乎的有个人就往外冲，而且他冲的时候还做出要攻击我的那个样子。我在想，我这家里怎么会有别的人呢？我想是不是家里面进贼了？我不在的时候，所以我就一把推过去，然后这个黑影子就倒下去了，脑袋撞到这个床角，然后我赶紧冲进来，把灯给开了，把灯打开，发现倒在地上的是真行。已经人就不行了，真不行了，那会儿是真不行。我怎么能笑出来的？我不应该笑呀。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找杀死真行的凶手的话，其实是可以投他的，对吧？但是那不叫凶手，因为那个叫做，就是我可能是假想防卫。哦，这个在法律上叫假想防卫，就是我可能错误地判断了当时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是在进行正当防卫，因为我不知道我采取的这个动作会导致他这样一个意外，但是当时情况就是他死了，死了之后呢，我就慌了，我再一看，我说这不是我家呀，再一看233，我才知道，回到当时我们租的这个房子了，我那会儿就已经醒了。所以我就当时就想，我说这怎么办？你拿他手机了，对吗？你看，这了解我的人就是因为视频里拍到了。哦，对，我就拿了他手机。我拿他手机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想，我只要发一条假的抖音，就会让大家觉得他还没死。
那条抖音里面我写的是现在是11月24号什么什么时间，我在哪里哪里，其实是为了迷惑所有人，就是让人觉得哪怕发现他死了，也是24号以后的事儿。其实是23号晚上，他就摔死了。然后呢，因为我们俩不是住过这个房子吗？咱俩都知道这个密室，我就把尸体藏在这个密室里。我想，反正到时候被人发现也是24号以后了，跟我就没关系了，所以我就把尸体搬到了这个柜子里。当时柜子里没有钱，27号以后才有钱的。我把人放进去了，我就走了。走了之后，后面接着那几天就发生各种怪事儿。我的小店着火，走在路上有花盆砸我，然后在湖边溜达的时候有人把我踢下湖，我就觉得有点不对，我就觉得这不会这么巧，不会这么背。我说可能有人要害我，所以我就偷偷的想了个办法，就是让自己走到了一条没有监控探头拍摄的小巷子里。果然，我走到那个小巷子里的时候，有一辆共享汽车朝我冲过来，因为我有准备嘛，所以我躲闪开，他就只是压了我的脚，但是我记住了那个共享汽车的车牌号，我就找他那个车牌号，跟着他追踪他，就追踪到了这个公寓的门口，就拍到了那个回头。但我就觉得特别奇怪，我说他不是死了吗？我说他为什么那么像呢？但我那个时候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我觉得是不是真行的朋友发现了我的罪行，要干掉我。我现在才知道，应该就是假名牌。假名牌通过探头知道我杀害了真行，他刚好可以利用这件事情把自己变成真行，既可以继承一大笔遗产，又可以摆脱之前所有的债务。所以他要干掉我，只要我死了，就没有人知道真行已经死了。对。问题是，尸体处理到哪去了？什么？所以是你杀了我女儿？我不是故意的。不，你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绝对是故意的。你看那个视频嘛？你看那个视频，我所有的一切就是因为视频看不清楚，所以是故意的。我本来准备再婚的，我没有这个想法了。这哥们儿是你好，有人的吗？有人的吗？送快递的，就每天都需要的东西送到了。每天都需要。我每天还是这个房间每天，这个房间的主人需要的。对，谢谢你啊。233号。 233号没错，每天都需要的。我觉得应该是药啊什么。对，好沉呐，这里面。哎，是什么？这个像除味的东西，它是碳，活性炭。尸体处理到哪去了？活性炭。就是这里零下2度，就是为了这个。床底下吗？我的天哪！我是刚才在这一直闻到，我刚才在这一直闻到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在这里。真假的？是不是在这个里面啊？我刚才一直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那把床往这边拉呢？床移开是不是？不会吧？床里面啊，真假的？我做了半天呢。床是空的，床是被拆开过然后缝上的。来，把它打开。床里面。哇，有一个人。真的吗？我的妈呀！他把它放进去，然后缝起来了。所以我就说这屋里这个温度低，它就是用来保存尸体的。这后面还有一个照片，2019年11月12日，
真行，对不起，我真的没办法从以假名牌的身份继续活下去了。要换一个身份，真的是迫不得已。我俩长得有点像，身高一样，年纪差不多，而且你家境好，父母双亡，和唯一的亲人继母关系也差，你真的是我最好的选择了。我把带有针孔摄像头的路由器卖给了何妨，就可以监视你。我只是没有想到，在我找机会杀掉你之前，他先把你杀掉了。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知道你死了，我还怎么替换你的身份呢？所以我只能去杀他了，希望我可以成功。杀他？我当时在路上碰到一个小姑娘，就是卖传单小妹卖路由器给我，其实就是她假扮的。他故意要把那个，她11月12号的时候，因为他在那个网上的时候有说过，他要找你去买那个路由器，所以他看到了，对，然后他就去趁机把这个路由器卖给你，对，然后安在这儿。怎么可能会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去变成另外一张脸呢？他一定去的是真漂亮整形医院，3天换脸。我们先看看这个是不是女儿，看看这个是不是真形。是的，这肯定是了。他脚上应该有，他有这个笔赞的，你看，对，那就他是真的真形。他应该是后脑勺，是后脑勺是吗？对。哦，这，这个有伤口，很明显。还有东西吗？是手上？所以就是这个是致命伤吗？这个是致命伤。我们现在要想的是，究竟杀掉这个的，对，凶手是谁？不，他是把他当成真形杀掉的，还是知道整个这件事情，把他当成假名牌杀掉的？如果是我做的，我是把它当真形做的；如果是你做的，你是把它当假名牌做的。真形。但我不知道他是假名牌，反正假名牌。真形，对吧？对。但是他没有必要杀他吧？他的动机是什么？就我觉得他害死了我女儿，报仇。因为我看到血迹了，我觉得我女儿是死了。但他把我女儿藏匿了，并且整成她的样子，所以他的嫌疑是在我心里暂时是最大的。算了，来啊，1对1。1对1审问，侦探拥有单独提审嫌疑人的权利。OPPO Reno 2拍视频超防抖手机，案情高能到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你就是觉得今天看到的死者就是你之前杀掉的那个？不是，因为23号晚上我是比较确定失手误伤的这个是真形，我没有想到他想干掉我是为了灭口。所以你的杀人动机就是你现在大概知道有人要杀你？对，我觉得他是为了报仇，所以他就要杀掉我，那么我只有杀掉他才能解除自己的威胁。已经杀了一个了，然后见到一个长得一样的，再杀一次，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我肯定是想把这个事情弄明白是什么。我已经把密室基本上想明白了。所谓的一把钥匙，我们只是从短信上知道的，对吧？但从现在看来，手机上的一切都可以是造假的。所谓的什么小锁匠发来的一个短信，会不会是故意给我们看的？实际上，他可能是有2把钥匙。所以待会儿回去我会查一下这个电话号码，这可能是解开密室的唯一的一个途径。我叫荣，我回去先确认一下那个电话号码，把那个电话确认一下。要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指向性很明显了。那知道换电话号码的就是荣，他是采用这个手法的。我当时可能就把钱放在这个角落这里了。他是怎么知道我把钱给了萨的呢？荣，该你了呀。怎么动的手啊？我也想知道呢。我也想知道呢。就你肯定是有杀人动机的嘛，但是你的目标是就还是真，对，就不是假的。我都不知道假的存在。你目的性很明确，就是真。对，因为我收到那个 U 盘嘛，
我本来就是觉得我做这些事情谁都不知道是我，我一直是以真的身份去做的嘛。那结果我收到那个 U 盘，我知道有人知道了我的这一切，我觉得是真知道的。那你有回去想找那个100万吗？就是把钱还回去？没有，我压根就觉得是在撒那儿，我还一直等着他看到钱以后来跟我表白呢。就你这个事儿已经被人发现了，也没有想过把钱还回去？我怎么还呀？我都把钱给撒了，我再去拿钱吗？所以就唯一的杀人的理由，这是我的杀人动机。换另一个女性吧，7仙女。我可以借一个手机用一下吗？谢谢。来。哎，找到这个电话了。谁？这是173-253-20468小锁匠，谁用过？哎，你知道他的电话是多少吗？侯的电话，不知道。我都压根没有找到过他的手机。你的目的肯定是杀假嘛，其他人都是杀真。对。你把假杀掉之后，钱就都是你了。我是肯定没有嫌疑的，不能只从这一点判断，我们要推逻辑，重新来。我说一下我的怀疑，我怀疑的是，侯后。我首先排除的是容3C 和何妨，他们2个顶多会牵扯到诈骗或者是绑架案，但他们没有明确的证据牵扯到后面的这个更严重的案件里面来。剩下的除了我之外，就是萨卫和侯后。如果侯后一旦被举报，就会坐监狱的风险，所以我非常怀疑他。我叫侯吧。我老觉得那个锁有问题，这个锁是肯定有问题，包括他说他只有1把钥匙这个事儿，因为其实只有你跟那个7仙女能够打开这个房间，对吧？对。然后后来他也知道这个地毯下面能有钥匙，所以只有你们3个人是有可能能打开这个房间门的。对。你跟侦探说一下你这个，我觉得很有道理，是吧？密室破了吗？到现在还没有。你是也不知道真的身份现在不是真，假名牌整容之后变成了这个真姓，这个事儿我是真的不知道。所以你针对的还是真本人，还是针对的是假？在我的印象里，我是因为看到他有举报我的这个信，我才第一次得知假名牌的这个事儿。如果即使我有动机的话，我也是对于真形而不是假名牌。但是呢，由于我第一时间把那个信烧毁了，所以就是说我当下的确没有那么急迫的说，我一定要那个时候把他杀死。但我有一个想法，关于那个门锁的那个事儿，行凶的那个人应该是能打开那个房间的门的，起码如果他不是从窗户上面越过来的，而且但他钥匙已经留在里面了，他肯定是从大门进去的，对他肯定是进去过，能有他家钥匙的就3个人。如果真的是没有换锁的话，能够直接进他家的是何妨，能够知道钥匙在地毯下面的是容3C、7仙女，所以他们3个都有嫌疑，有可能去到他家里面。如果这个人真的想杀他的话，他要营造出一个他打不开门的这个伪证，让大家认为他一个人死在家里面的，并且只有1把钥匙，所以他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他想撇开自己杀他的可能性，所以营造出一个密室杀人的一个情况。但这个习惯是原来真的。甲或许不知道真有这个习惯呢，就那个钥匙可能还在下面待着呢。现在怀疑谁？我认为比较有动机的有可能是容3C。好，叫何吧。OK。哎，那张照片放哪儿了？那张什么样的照片？这儿，这个。19年11月10号。他有1把钥匙。那照片有什么特别的吗？有把钥匙。钥匙真的是一个问题。从死者身上我们找到的那把钥匙是什么样？还在兜里。
11月12号已经是这把新钥匙了。哎呦，我鸡皮疙瘩。把何那边的备用钥匙拿出来。何的备用钥匙在这儿。233。不是同一把。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他有可能没有换锁，他换了钥匙。怎么可能？他并没有换锁。这个照片就是他以前的自己，这是他以前用的钥匙，他并没有换锁。这个钥匙换了新的。齿儿是一样的吗？这两个不一样。这两个完全不一样。他过来把何房的钥匙备用钥匙也换成别的钥匙了，而营造出来一个好像换了锁的假象。这也是个办法。有一个新的进展，有没有可能其实根本就没有被换过锁？会不会是你的钥匙被换了？对，有这种可能性。我6点半到8点半的时候我出去了，带人看房，有没有可能有人闯进我的房间，就换的是一把假的钥匙？但事实上，那个锁从来没有被换过。因为其实很蹊跷的一点就是5天前他说钥匙掉了要配一把，但事实上我们目前已知那个时候真行已经死掉了。那个时候在地毯下面还有一把钥匙，他来要我再换一把钥匙这件事情，其实本身就是有预谋的。他等于想要多一把钥匙，可能就是他根本不知道地底下有钥匙。对，我觉得他不知道，就是等于那个时候是他还没有进去过家，也不知道里面死了人。他等于是想要第一次进到这个家里找我要配了个钥匙。那么这个杀他的人想要造成，不管他本来是想杀真行还是想杀假，他都想要造成一个他是一个密室，没有人进去过，他不小心失足摔死了这种可能性。大家说一下自己现在的想法。萨老师先说一下吧，这个钥匙。我们后来又仔细看了一下，就是跟这个床垫里的尸体一块儿发现的那张照片。真行在2019年11月12号拍的，真行的包上挂的钥匙，就是这把钥匙，也就是今天我们在死者身上发现的能够打开现在这把锁的钥匙。所以如果说那个照片的时间没有问题，从11月12号到现在，这个锁根本没换过。但现在有个疑问就是，他这个钥匙24号配过一把。我现在有个疑问。24号来配钥匙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知23号的时候真行已经不小心撞死了，而且尸体被你藏在了衣柜里面。对，也就是说24号来配钥匙的其实是假名牌。假24号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真的样子，他来配钥匙一定是不知道地垫底下，因为那个时候地垫底下就是有钥匙的。因为我觉得假是绝对不可能像真那样把钥匙还会放在地垫底下，这只能证明是他的个人生活习惯。对。假就是进不了这个门，所以他才来找我换这个钥匙。他为什么装摄像头？我觉得他想要找机会杀掉。他什么时候装的摄像头？就是在半年前，他刚来，他自己不是说我要装房子，我租房子，然后找那个。他看到这个信息之后，他立刻就把这个摄像头，他从那个开始就监视真行的生活。他监视真行的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取代他。还有就是，为什么这个凶手要跑到我的房间去把233的钥匙换掉，然后用这么复杂的一个事情来证明这把锁被换掉了？当然，他是为了他是制造一个密室，对，制造一个密室嘛，对。现在市面上等于其实是有3把这个钥匙。一个是本身真行在租房的时候从我这拿走的，也就是大家经常在那个地垫底下用的那一把；一个是他说钥匙不见了，24号我帮他配的那一把；还有就是凶手从我的房间换走的那一把备用钥匙。但关于钥匙，25号我还用过垫子底下的钥匙，我进过他的屋子去拍。那这把钥匙去了哪儿呢？我特别想知道何妨你怎么解释，因为我觉得换钥匙最方便的就是你自己。所有钥匙都在我那儿，我从钥匙下手。为什么我最容易？
就说明我最没有嫌疑。就是如果我真的是凶手，我一定会想办法用别的办法来造成所谓的我不在现场的可能性，而不是用我危险系数最大的钥匙这件事情。我只能这么解释，因为确实不是我。但我觉得这一切的障眼法其实只有一个结论，就是那个小锁匠发的那个信息是很奇怪的。关于所有的钥匙的这一堆，其实最后是落到小锁匠那儿的那条短信。那小锁匠是谁？我觉得很可能就是凶手。那个侯搜到的那个 IP 地址是真的手机还是假的手机呢？假的电脑。假的电脑。当时甲已经登堂入室 ，IP 地址不是跟着电脑走，是跟着地方走的，所以他的电脑包括他那么多网贷的资料，全部都在真的房间里。所以他是找到了这个电脑的地址。对。你没去过那个房间？没有。举报信就在他家门口，你没有进去，你只翻外边。或者去他房间里没有意义。你不好奇谁住在这儿吗？谁一直在找你吗？你不就是问？因为当时我中午确定是他要找他女儿，我已经知道这个 IP 地址了。然后后来我找这个匿名用户999的时候，我已经确定这个地址就是他的女儿了。我目前呢比较排除萨，因为萨呢已经不小心造成了真行的死亡，而且他把真行的尸体已经藏在了这个柜子里面。他从头到尾是不知道有假的存在的。我觉得提供给侦探一个思路，那个2个小时的迷钥是用来干嘛的？自始至终没有找到那个药属于谁的，这会不会是一个障眼法呢？这2个小时的迷钥一定是用了，他也只有在用了迷钥的时候，他才能把人的衣服给他换成洗澡的状态，然后伪造整个洗澡摔倒的过程，刚一下。然后把人放在那儿。我想说，这个人一定不知道床底下还有一个尸体。我认为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死了，因为如果说不确定性的话，我觉得萨跟七是一样的。为什么七不像呢？我觉得他杀这个假的理由，要不然就是他特别图财，就是想要这个遗产。但从他去给这个保释费来看，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图财的人。然后萨就像何老师刚才说的，就是他已经杀过一个人了，而且我觉得比较奇怪是，他之前我们看到所有证据都是那个人是戴着面罩的，没有看到说这个人跟原来那个人长得一样。对，如果他今天看到这个人怎么又长得一样，我觉得他首先是确认，而不是就是杀掉他。我觉得他们3个是有这个理由的，因为他们3个都很明确，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因为这个人受到了一定威胁，所以就是你管你是谁，我就把你弄死。你们都不知道有双重身份，就是还有另外一个人在。但是何在我看来，就是这个假密室的手法是他设计的，那这个实在是太没必要了。他在自己这儿换钥匙，然后制造一个假的密室，所以我更倾向于是其他2个人，因为我觉得你们2个都是，一个是自己的身份已经被泄露，已经被发现了，然后一个是自己偷了100万，偷完100万之后也没有想去还给他，因为你再回头再找这100万，其实即便你找回已经没了，因为他已经拿走了，而且他还不知道这100万就是你偷走的那100万，所以他还冲你要这个钱。你们2个都是直接，受到那个人的威胁的，所以我觉得你们2个如果见到这个人，一定是爱谁谁，我就是要杀死你。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他根本不知道死的是假名牌，他一定以为死的是真行，因为他最后作假。他是发到了真的手机里。我申请3艘，投票吧，有想3艘的可以去3艘。好。首先我们排除了，萨卫和七仙女，我不是，所以是侯呵和荣三 C 之间。他们2个各有各的嫌疑点，荣山 C 呢是完全知道地垫底下的钥匙，是可以很方便的去开门进去的人。侯呵最大的疑点是他一直坚持说他没有进过233号房间，在一个做了那么多的坏事，然后已经被人锁定的情况下，他只在附近捡了一个举报信就走了。对，在这个
IP 地址里面到底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一点都不好奇吗？吼吼呵啊，玩得不错呀！钥匙你给藏哪儿了？我还是坚持我一开始的那个想法，我没有去到他房间里，我不知道他房间门口地毯下面有钥匙这件事情，所以能够进他房间的只有容3C、七仙女还有何妨。通过这个凶手给真行本人发了微信的方式排除了七仙女，所以现在只锁定在了何妨和容3C这2个人身上。然后我觉得何妨的杀人动机没有那么明显，因为他只是知道了自己的个人信息暴露了出去，然后收到了很多贷款的单子，我觉得这并不足以能够成为他的杀人动机。对他最有杀人动机的，那我觉得就是容3C，而且他在8点25的时候才刚刚回来，并且他为了掩盖自己的行为，还去了绝味男人那里跟他有过一些交流，然后才回到自己的店里。所以我觉得他是有作案动机，并且有作案时间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容是有明确的指向性，知道钥匙有很多把，但是侯并不知道。在我看来，这个并不合理，因为侯已经明确的看到了举报信的内容，他也很详细的了解到了这个 IP 的地址，他怎么可能不进去搜查一番，去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去了解这个人到底是谁？如果他真的进行了搜查，那我觉得他也很有可能知道多把钥匙的这个信息，所以在我看来，侯说谎的可能性更大。在我这一票投给侯。我这个票是异常坚定的，我投的是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兴奋的消息，整整5G 了啊！5G 时代到来了，这是第一次我在3搜的时候搜到了非常重要的证据，在邮箱的下面有2把丢弃的钥匙。所以这个基本证实了之前我们的一个推断，那就是凶手非常明确地知道死者身上的那把钥匙是目前剩下的唯一一把，他可以制造一个假的密室，所以他才敢冒用一个锁匠的身份去发那样的短信。但唯一让我困扰的是，他那2把钥匙丢在了一个公共空间，所以任何人从理论上讲也都有可能，既有可能是何，也有可能是荣，也有可能是侯。所以最后，其实这2个证据只能是证实了我们的一个猜想，但是没有办法锁定任何一个人，所以我只能凭借着自己的直觉，尽管我的直觉永远都是明灯。就按照白侦探的建议，侯和荣，他们2个当中，因为有我这盏明灯照亮了方向。虽然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找到决定性的证据，但是不知道死者是假的，有我，有何，有侯。换钥匙这个部分，其实何是最容易来做这个事情的，但是就是太容易了。剩下的一个嫌疑人是侯，他没有手机号，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就已有的证据，我选择大白吧，真相。有一个不祥的你，我今天感觉还可以，我也觉得我还可以，不祥的连歌都不想唱。明星大侦探第5季第3案，真的不行接住，究竟谁是杀死真行或者假名牌的凶手呢？
现在公布投票结果，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获得0票的有2位玩家。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俩吧。何妨？耶！萨位！耶！恭喜2位嫌疑暂时解除。接下来，我宣布在7仙女、容3C、猴猴喝当中，有1位玩家获得票数更多，他就是猴猴喝，请把他关进笼子。如果今天投对了，小店敞开，变成公共区域，随便吃。猴猴喝获得了5票，这么多票，玩得不错呀。说一下你的获奖感言。我觉得我有可能跟那个容3C 不相上下，我没有想过这票这么多。你肯定投了他嘛，对不对？对啊。探案神器 OPPO Reno2 真凶揭晓时刻。现在我宣布，各位检举。侯确定检举揭发他的人就在那个房间里。他销毁了1封举报信，那真就不会以另外的形式去检举揭发他吗？侯他为了找那封举报信，他是破坏过邮箱，所以他会不会作案之后也顺手把钥匙扔到了邮箱下面？第二个，关于那个小锁匠到底是谁？谁在以小锁匠的名义发那个假的短信？直到现在为止，有一个人没有手机，没有电话号码，没有任何关于手机里的证据，就是侯。直到最后，他也说不出来为什么他一个居然发了那么多2维码，让大家扫码去加他的会员的一个店主，居然连一部手机都没有，他没有任何理由。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他是在发完那个短信之后，把他的手机也处理掉，只不过我们没有找到。我这个票是异常坚定的，从开始到最后，相信我的第一直觉。成功！吃啊！哇，他玩的不错，玩的不错了，开始带节奏，第一次来就带节奏。他特别聪明，他一直在我耳边说：“你们赶快想想那个钥匙的事情，因为他钥匙是他的强项，因为他的那个线特别模糊，钥匙其实指向他。我们其实如果盯着那个手机的号码的事儿聊的话，他很危险。”哎，你的手机呢？大家错过的关键性证据，就是跟大家想的号码有关。小锁匠的信息，就是凶手将自己的号码改成了小锁匠，所以大家在猴猴喝的空间是找不到任何手机。案发现场的电脑是假名牌的电脑，电脑里面有一个隐藏文件，大家只要查看隐藏文件，就可以看到这个信息。哎，萨老师真是热血青年，没有一个人逗萨老师跑着去的。有一个隐藏文件，我看看隐藏文件是什么？隐藏的项目点点，好来了，黑哥给的。啊，他的手机号码出来了，包括他的那个ID 号码。253，这个号。我想到黑哥了，但是我没追。唯一提到过跟这个手机号码相关的就是黑哥。谁能想到这有一个隐藏的？虽然我在笼子外面，但是也是要坦诚地跟各位承认一个巨大的错误，就是在我失手伤人致死之后，处理方式是完全错误，把人的尸体藏匿起来，然后通过制造假证据，想让所有人转移视线，这个做法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事件的性质。当时我应该，客气点，我已经在道歉了。哎，
哎，我欢迎你。萨老师一进去说，你会不会每期都在笼子里面结束？对啊，为什么？上一期的也是在笼子里面结束的。但是呢，如果当时出现这种意外情况以后，立刻报警，立刻说明事实真相，立刻把整个事情的经过解释清楚，让相关的法律机构来判定最后事件的责任。我觉得这是正确的处理方案。我的那个处理方案实际上是给后面埋下了很多不必要的伏笔，也是一辈子的阴影。所以这个小伙子犯错，主要是也有我的，主要是因为是吧？一部分原因。虽然我没有进笼子今天，但是其实我也很惭愧，我也很羞愧，就是那你也进来了。因为我用了我的这个特长，然后把人家的这种二手的手机也好、电脑也好，这种隐私我全部，不管是因为什么吧，好奇也好，什么样也好，我利用了。你老老实实，我觉得也给大家提个醒儿，对，以后自己的这种隐私还是要保护好。盗用别人手机里的相关的信息，更改别人手机的设置，对，这属于侵犯他人的信息安全和隐私。是这一点你要引以为戒，好不好？是。一个是你，除了杀人之外，还有一个出售他人信息，出售所有人的个人信息，这是犯法的。对。如果造成严重后果，你要承担的相应的法律责任，数罪并罚。你现在是，知道吧？除此以外，还有那个电信诈骗呀。像这样一些包括 AI 换脸这样目前争议比较大的一些技术，实际上都是在提醒我们，技术是一个双刃剑，如果用得不好，它可能就会伤害人；但是如果有明确的法律规范，所有人都在法律规范之内去运用技术，它才能造福人。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虽然在身边有一些人可能通过一些违法的手段在泄露或者是出卖我们的个人信息，但是有一些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安全意识，在分享自己生活同时，也不小心把自己的很多个人隐私和一些很重要的信息也晒出去了。所以我想呢，分享美好生活是应该的，但是也真的应该多一个心眼儿，还是要注意安全。比如说你的证件信息、你的详细住址、你的车牌号码这些东西是不能晒的。有一个保护意识。对。最后跟年轻人说一句，年轻就是你最大的本钱。你要知道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其实暗中早已标好了价格。年轻就要用你自己的能力去为自己开创未来，别去相信那些网上的各种各样的贷款的那样的东西，永远是拆东墙补西墙。价值观、消费观，实际上决定了你的人生的道路。今天这个案子里面涉及到很多我们现在社会的热点问题，对，特别是年轻的朋友需要注意的问题，所以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不容错过，也不容小看。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个案件能够有一点点思考。那我们发金条吧！耶！发臭豆腐。谢谢，谢谢。那给你摸一下，给你摸一下。下一期你就有，现在不能，对，下一期就有，好吧？你来念那个，你不是要念那个吗？现在吗？不是现在，那就现在吧。最后，让我们感谢金主爸爸们，案情高能到手抖，稳定靠摄。靠摄是什么玩意儿？案情高能到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感谢拍视频超防抖的 OPPO Reno 2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OPPO。抖音越玩越嗨，办案脑洞大开。感谢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 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抖音。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神探奥利奥真有一套。感谢好吃好玩在一起的奥利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奥利奥。有本事吗？有本事吗？有本事吗？感谢美食绝配、探案必备的百事可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百事可乐。发现真相，发现更赞的自己。感谢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博士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博士。以黑吸黑卸伪装，更进一步显真相。感谢卸妆黑科技欧莱雅黑魔水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欧莱雅。有没有金主爸爸提出说以后不要让他念，有这样的建议吗？金主爸爸，黑吸有黑吸，没有人家只写了强调，一定要强调黑。我怎么念都是师傅您教的呀。哎呦，小虎，师傅，来跟小猴子说再见吧，下一期见，拜拜。拜拜吧，小猴。他们都不放出去的吗？
不放出去。今天晚上就在这里睡了。我在这儿住的时间最长，体验一下吧。拜拜，拜拜。给你送点宵夜。好。哎，所以说千万不要犯法呀，千万不要像豪猴哥一样做违法乱纪的事情。每个人一定都受到过，比如说卖保险呀，然后卖车、买房这样的骚扰。未来更科技的面部识别啊，或者是身体的各个部分啊，身份证号、姓名、邮箱地址，所有的东西，在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它在被交换、被流传、被泄露，就像一个钥匙一样，每个人手里都有。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当你真的遇到你的信息被泄露，可能被利用到其他的方面进行一些不法的交易，严重的后果的时候，还是应该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把他们遏制在法律的范畴内。如何来保护自己的隐私？我觉得真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去思考的问题。每一个公民个人，你个人的自我保护意识非常重要。有一些个人信息的泄露，可能不是别人的行为，是自己在某些不经意的情况下晒出去的。因为二维码这个东西真的不要轻易的扫。在每一次注册新的 APP 用户的时候，或者是注册会员的时候，会多长一个心眼儿。也不要把自己所有的生活状态都抛到网上，还是在理智的分享生活吧。了解信息时代的特点，了解信息时代可能会给你造成的伤害，多利用信息为自己服务，少让信息侵害自己，从而让自己生活在一个更安全、高效的信息社会里。我就是这个店里的服务员，每天都演戏。我跟星星一样的，至尊服务的套餐，大跌眼镜的是不能播1对2、1对4。这位同事，您辛苦。我是 cos 八戒的何大厨，我是店的灵魂。其实我是最重要的高级洗碗总监哦，监督别人洗碗，监督自己的左手和右手。哪吒，你在说什么呢？我是红孩儿，信不信我给你喷火？别唱了，没有店长你们全部都解散。我觉得每天的演出啊，如果要没有我这段唱的，基本上就是废了。Only you 能陪我去西天。哎呀，够了！芸芸众生。谁还没有跟有情人之间的故事？此话怎讲？一马当先，百思不得其解。老板，出事了！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天天姑娘死了！啊！2019年的12月6日，在《大话西游》拍摄地盘丝餐厅，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甄晶晶。他一直在不断的写信，约一个人，明天下午2点城头见。11点我就去杀了他。郝教授无意中发现了一座盘丝洞，宝物与守护者之间有一种神秘的盟约，此物蕴含重返过往之神秘力量，穿梭。你也想回到过去弥补自己的错误，请救救我！只要用一次，你的寿命少1年。你这个骗子，等着血债血偿吧！用月牙笔当诱饵，设计一个局，让 X 现身。X 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人，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请给我解释一下。我只能说我是无辜的。某一个昨天的5号和这一个5号，可能都是你杀的，你也看到他死了，所以他死了很多次，一切希望都没了。在我之前，这个测试就结束了，所以你说的不成立。我也想知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经历过2个的人才会知道。可是你说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办法证实。那现在就是我可以投票了。
在我们享受网络便捷的同时，很多个人信息都暴露在网络上面。那么我们遇到的安全问题，可能会有收到很多垃圾的短信和垃圾的邮件，有的呢会携带一些恶意链接。如果我们的这个终端存在有安全漏洞的话，那么这些链接可能会将恶意软件安装在我们的设备上面。那么另外呢，身份的一些信息可能会被恶意利用者拿来去办理一些业务，给个人造成一些声誉或者说是经济上的一些损失。当获取一些个人的隐私的一些信息，包含一些照片或者说个人的一些行踪了，那么可能会曝光一些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要注意保护的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个人要注重，不要将自己的很多个人信息登录到各种网站上。还有就是日常生活中间，那么很多个人信息可能会出现在，比如说像快递单上面。如果个人信息已经被泄露，首先呢就是及时的来更改账户，更新重要的密码，来防止个人受到一些经济方面的一些损失。尽量不要在不同的地方使用相同的账号，应该尽量使用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的密码。在上网的过程中，还要非常注意它的上网环境，特别是在公共的这种上网环境里面，特别用开放式的 WiFi 去上网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去登录一些自己比较私密的一些账户。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公共上网环境里面，当你登录到自己的账户的时候，当你离开的时候，要及时的退出，避免使用这种记住密码的这种模式。还有是及时通知你的这个亲朋好友，防止别人利用你的这个个人信息进行欺诈。上微博搜索“明星大侦探”话题词，一起边看边聊。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号，独家深度合作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特别合作新闻客户端界面新闻、一点资讯、Zaker 封面新闻，特别合作 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亲宝宝、中华万年历、造豆果美食、闪萌。感谢网媒支持：中青网、凤凰娱乐、新华网、北青网、环球网、国际在线、中国网、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新浪湖南、大疆网、虎网、大众网。高能侦探再度集结。神秘嘉宾，敬请期待《明星大侦探》第5季，每周五中午12点，芒果 TV 全网独播。